贸易顺差是好事，偏偏碰到的是印度。俄罗斯现在很苦恼，钱很好赚，就是这个钱不好花，要是人民币就好。欢迎大家来到星斗观天下。俄罗斯对印度的出口总额持续增长，在过去的11个月里，竟然增长了近5倍，出口总额达到415.6亿美元。而俄罗斯对印度的进口总额却是持续减少，只有28亿美元左右。这样的贸易顺差给俄罗斯带来了丰厚的利润，并且这个贸易顺差还在不断的膨胀，能够让俄罗斯从印度身上赚到更多的钱。往往在国际贸易中，出口大于进口，也就是贸易顺差，对本国经济发展总体上是一件好事。可是面对这样的贸易顺差，俄罗斯却很苦恼。由于俄罗斯的银行被踢出了国际结算系统，同时为了规避国际制裁，俄罗斯和印度之间的贸易改为本币结算。现在俄罗斯手里积累的印度卢比已经达到了数十亿的地步，而这数十亿的印度卢比却变成了一个烫手的山芋，看着钱在账上，就是这个钱不好花。首先印度是个货币管制很严格的国家，俄罗斯存在印度银行的卢比很难汇出，如果要把它换成别的外汇，需要得到印度监管机构的严格审批，尤其是数量巨大的情况下，也非常困难。当然，俄罗斯还有另外一条路，那就是用这些印度的卢比直接进口印度的商品，把这些钱在印度花出去。可是，俄罗斯对印度的商品进口主要就是一些服装类的轻纺产品，还有茶叶等等，都是低价值的产品。俄罗斯的需求量也有限，值不了那么多钱。俄罗斯其实对印度的转口贸易曾经抱有很大的希望，给印度提供了14页的清单，请印度帮着在国际市场上采购活塞、油泵、点火线圈、飞机轮胎、起落架等等机电产品，转移到手就能挣钱，非常有诱惑力吧。但是印度掂量来掂量去，还是不敢操作，因为印度考虑自己下一步的经济发展离不开西方的资金、技术和市场。如果为了俄罗斯公然违反西方的禁运规定，万一玩砸了，受到西方的制裁，影响自己的经济发展，那可就得不偿失了。所以俄罗斯的卢比还是花不出去。这种情况下，俄罗斯的回应也挺翻脸不认人。一方面由外长出面把这种窘境抖露出来，另一方面开始拒绝接受印度的卢比。俄罗斯跟印度围绕石油贸易本币结算的谈判已经宣布破裂，因为俄罗斯坚持要用人民币支付石油费用，可是印度又不同意。从俄罗斯给印度的方案中可以看出，人民币在国际贸易支付机制中已经变得越来越受欢迎。在去美元化的浪潮下，无论是金砖国家还是上合组织，都将人民币视为去美元化的关键货币。要是俄罗斯手里持着数十亿的人民币，绝对是不愁花不出去。对于已经开始将人民币视为重要储备货币的俄罗斯来说，真不怕人民币赚得太多。从这件事情中，我们还可以看到，其实本币结算相对于使用更通用的货币结算，确实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。幸亏中国是出口大国，其他国家手中的人民币可以很容易的花出去，但是我们在自由兑换、人民币投资工具、国际间自由流动等方面，与美元、欧元比还是有很大的差距。印度的遭遇告诉我们，特定的国际环境所引发的本币结算现象，并不一定意味着对某个货币有真实的国际需求，更不意味着这个货币的地位在实实在在的提升。我们的人民币要真正实现国际化，光依靠签署本币结算协定，或者是说国际化仅仅体现在结算领域，那不是真正的国际化，是走不远的。好的，这个话题先聊到这里。